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别再说他只会哭了。起底白鹿10年作品表：仙侠、警花、女工，这姐是真巨抛脸。2021年的夏天，无数观众在屏幕前为周生如故里那个红衣身影心碎。时移站在城楼上，一身嫁衣，对着周生尘留下的血书，没有一句台词，只有一滴泪从眼眶滑落，然后纵身一跃。这场戏播出后，白鹿哭戏4个字连着挂了3天热搜。那一年，她27岁。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让全网跟着哭的姑娘，几年前还是个在淘宝拍衣服的模特。时间跳到2026年，白鹿31岁。如果你去翻她的作品列表，可能会愣一下。从2016年出道算起，10年时间，她主演和参演的电视剧、电影、综艺列出来长长一串，超过40部。这还没算她唱的歌、上的晚会、拍的杂志。一个1994年出生的女演员，在30出头的年纪，已经把自己塞进了古装仙侠、现代职场、年代正剧、悬疑探案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剧种里。古装剧是她的起家之的，也是她的统治区。2019年的招摇，她演那个嚣张霸气的女魔头陆招摇，一头红发，眼神带煞，完全不像个新人。这部剧让她第一次真正被大众记住。2021年的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一个古代一个现代，演的都是时移，却演出了截然不同的灵魂。古代的时移温婉克制，痛到极致是沉默；现代的时移开朗主动，勇敢追爱。观众跟着他哭完又笑，这才发现他能驾驭的远不止一种情绪。2023年的长月烬明更狠，他一个人演了3个角色：神女黎苏苏、大小姐叶惜雾、棒族公主桑九。光是区分这3个角色的性格和命运，就够写一篇论文。但白鹿用表演做到了。黎苏苏的悲悯，叶惜雾的娇蛮，桑九的痴情与绝望，切换起来毫不费力。到了2025年的临江仙，她再次分饰两角，一边是天真烂漫的小师妹李清月，一边是清冷孤高的四灵仙尊花如月。尤其是仙尊跪求父神救子的那场戏，血泪交织，被网友截出来反复观看，封为仙侠哭戏教科书。你以为他只会演仙侠古偶？那就错了。2022年，他一头扎进了央视8套播出的《警察荣誉》。这部剧里没有滤镜，没有华丽的妆造，他素着一张脸，顶着一头有点毛躁的短发，演一个初出茅庐、有点莽撞又满腔热血的见习民警夏杰。追贼跑得气喘吁吁，被师傅训了撇嘴不服气，下班后累瘫在宿舍。那种真实的疲惫感和烟火气，让很多真正的警察看了都说像。这部剧在豆瓣拿下了8.5的高分，还被中纪委发文点赞，称其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故事。2025年，他又出现在了央视一套的年度大剧《北上》里。这次他演一个90年代的纺织女工，为了贴近角色，他提前进工厂体验生活，增重，把自己晒黑，完全抛掉了明星的光环。这部剧让他在2025年8月11日拿到了亚洲内容大奖和全球流媒体奖的人气奖。2026年刚开年，他的《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又在央视8套和优酷播出了。这次他演一个心思缜密、武功高强的内业局女官李佩仪。为了拍好打戏，他提前3个月特训唐刀、骑马和格斗，虎口莫出血泡式常试。剧中70%以上的高危打戏他都亲自上阵，一场在0度气温下的雨中格斗戏，连续拍了18个小时，导致旧腰伤复发。翻看他的获奖记录，就像在看一部升级打怪的游戏日志。早期是潜力演员，
人气艺人。比如2017年凭《大王不容易》拿的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女演员奖。慢慢的，奖项开始变得有分量。2022年，她凭《周生如故》入围第32届华鼎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同一年，又凭《警察荣誉》入围了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2025年，她迎来了一个小高峰。9月，凭《临江仙》拿下了亚洲影艺创意大奖的最佳女主角。到了2026年3月，她又在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上捧回了年度品质影响力巨星的奖杯。除了拍戏，她还是浙江卫视王牌综艺《奔跑吧》的常驻嘉宾。从2022年加入到现在，成了节目里的笑声担当和表情包产出大户，完全不顾形象的大笑，做游戏时拼尽全力，和其他嘉宾打成一片。这种搞笑女的反差萌，又让她圈了一波粉丝。戏里是能虐得你心肝疼的悲情女主，戏外是毫无包袱的快乐源泉。这种分裂感反而让她的形象更立体了。关于她的出身，媒体已经写过很多次，不是科班毕业，没上过专业的表演院校，最早是模特，在网上拍些照片和短片。2016年，因为出演歌手路虎留言 MV 的女主角，算是半只脚踏进了圈子，然后签约了于正的欢娱影视，从一些小角色开始演起。她自己也说过，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很自卑，对着墙练习，抓住一切机会向前辈请教。这种非科班的背景曾经是她的短板，但现在回头看，或许也成了她的优势。没有套路，全靠感受和拼命。她的拼，在剧组是出了名的。《唐宫奇案》的导演和武术指导都夸过她的敬业。那场导致腰伤复发的雨戏，她疼得直冒冷汗，但稍微缓一下就说再来。拍北上时，在纺织车间里一待就是一天，跟着女工师傅学接线头，手上被纱线勒出了印子也不吭声。这种笨办法让她演的角色都带着一股扎实的真气。当然，争议也一直伴随着她。有人吐槽她台词偶尔含糊，有人批评她在某些剧里表情过于外放，甚至被做成五官乱飞的表情包。她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些争议，在采访里很少辩解，只是说下次努力做得更好。事实上，她的表演也确实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从早期《凤求凰》里还有些青涩的演绎，到《周生如故》时层次丰富的内心戏，再到《警察荣誉》里生活化的松弛感，每一步都踩得很稳。2026年2月16日，她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参与演唱歌曲《串门指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或许比任何一个商业奖项都更能说明其被主流市场和观众接纳的程度。从地方卫视的综艺常客，到央视多部大剧的女主角，再到春晚舞台，这条路她走了10年。如今，她的待播剧列表里还有《莫离职场进化论》等作品，合作的对象从同龄小生到王学银、萨日娜这样的戏骨。她的戏路越走越宽，身上的标签也越来越多，巨抛脸、哭戏教科书、央视宠儿、劳模。但所有这些标签背后，最核心的那个，或许还是演员白鹿。一个用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把自己从网红模特刷成了如今这个在31岁年纪就拥有如此厚度作品履历的演员。